马六甲中心车站 Malacca Center。今天要从这里坐大巴去吉隆坡机场。坐大巴去机场，路上耗时2个多小时。要26去机场。在马六甲休息了几天，今天坐飞机前往东马来西亚沙巴州的仙本那。原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，现在已经变成了国际知名的旅游胜地。登机了。从吉隆坡飞仙本那的机票是600多，马航的飞机，飞机上有免费的餐食。从吉隆坡飞往东马来西亚的沙巴州，空中飞行时间2个多小时。下飞机。沙巴州这边管理上还比较特别，进出还要办理入境手续、出境手续，流程上和进入一个免签国家差不多。办完了入境手续，提取行李，飞到仙本那的这个机场叫斗湖机场，离仙本那小镇有80多公里，非常远。我提前订了一个拼车，40马币，相当于60多人民币。这个机场叫斗湖机场，是沙巴州的斗湖市的机场。仙本那应该算是属于斗湖市的一个海边小镇。所以到了斗湖机场去仙本那还有80多公里，没有公交车，打车也比较贵。一般参加旅行团或者入住高档酒店的都有这种免费的机场接送。现在从斗湖机场去仙本那，从这个斗湖机场要开车到仙本那有80多公里，要开1个多小时。很多酒店也提供这种机场接送的拼车服务，或者你直接在机场问一问这种机场接人的小巴上面有没有空座，如果幸运的话30马币就可以前往仙本那。我是提前做了预定，40马币。从斗湖机场到仙本那一路上的公路还是条件比较好的，但距离确实比较长。不过斗湖机场已经是离仙本那最近的一个机场了。汽车一路向东，眼见着天变得越来越黑。1个多小时之后，终于进入了仙本那这个小县城，或者叫仙本那镇更加准确。这里可以看到很多中文标识的酒店。我这次选择了住在海边的码头。快到酒店的时候，又下起了小雨。终于到达了预定的酒店，是算一个青旅。这是一个比较有知名度的青旅性质的酒店。这个酒店有很多的多人间，就是那种上下铺的，像集体宿舍的房间。公共空间比较大，有很多桌椅，适合大家一起交流。这个我订的，网上订的本来是这个，结果这个变成了这个。不过我没有预定床位房，而是选择了一个标准间。但没想到网站还犯了一个错误，最终我又加钱选了这个标准间。房间210多。哎呀，给我弄了一个乌龙。这个在青旅里面
带独立卫生间的，算不错的。它床位房才几十，床位房可能80、90吧。这个是210。选择住这里，一个是位置方便，另外一个比较适合临时结伴，一起包个车、包个船都比较方便。这个家算是不错的一个多功能器。还有要换点钱，吃个晚饭。晚上8点多，雨停了，出来走一走。酒店旁边就有很多的大排档餐厅，这里的餐厅以海鲜为主，据说都比较便宜。不过第一晚并没有吃海鲜，简单吃了个快餐。找了一家银行，准备取点现金，换点钱。在仙本那这个小镇，换钱还是比较方便的，直接取款就行了。好像也没有收取手续费，还是比较划算的。提款机都有中文界面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看了下天气预报，第二天不下雨，于是在网上联系了一个旅行社的一日游。早晨起来，这就是酒店门口，这旁边就有码头，还有好几家网红餐厅，所以位置确实好。这对面好像是新建的水屋风格的饭店。早晨7点半，旅行社就派了辆车来接我，直接去码头。对呀，我印象中也是这个季节来应该是挺好的季节。我一看天气预报，天天下雨。这个码头，嗯，他会到大的那个码头来登记，啊，登记了过后才能出海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是直接到了那个大的码头，直接在那边上船，直接登记，明白。直接出海了。到了码头，这个是仙本那的游客码头，需要登记。感觉这里是仙本那新建的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码头。我这次在仙本那计划参加几个一日游，包括跳岛的项目，也打算找一个岛上住一下水屋，体验一下仙本那的特色。不过这次也是本着稍微节俭的原则，选一种普通但性价比比较好的水屋。都是一些浅点的集合点。这个码头附近有非常多的潜水公司。是今天的出行游艇，这是我们今天要乘坐的游艇。这边码头的船真的非常非常的多。8点半开船，在这附近转一转。这里是登记。哦，这是登记啊。现在参加一日团的游客都需要在这里报备登记。这边都可以吃早餐。这里有很多的餐厅，一早来这里报到的人也可以吃个早餐。在仙本那的周围有很多的离岛，来仙本那旅游的基本都是去这些离岛的，有很多漂亮的海岛，包括水屋。太好了，说点蓝天。果然天气变好了起来。准备开始登船了。今天这个一日游叫敦沙卡兰海洋公园一日游，
我们这条游艇也算是比较大的游艇，安全性很好。船上今天来了20多个游客。现在准备出发了。今天这个一日游项目的特色，一个是可以登高看整个海洋公园，登高的地方叫珍珠岛，还有2、3个漂亮的海岛，也安排了2、3次浮潜。船上为我们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有好几位。现在游船开始出发，感觉现在的天气也越来越给力，希望今天能有一个完美的开始。接下来的这几天就会为大家接连拍摄一些真实的仙本那，尤其是对于那些喜欢旅游、喜欢自由行的游客，希望我的视频能给大家提供一些适用的攻略。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北京老刘的仙本那自由行之旅。